去年11月，位在南太平洋的岛国所罗门群岛的首都发生暴动，他们的总理批评台湾政府与当地的反政府势力合作，策动首都的示威和暴动。难道台湾也懂什么叫做民主外送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所罗门群岛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天要聊聊的这个暴动事件是去年11月底发生在所罗门群岛首都何尼阿拉的一个事件。许多民众不满总理苏加瓦瑞的施政因此上街抗议，要求他下台。不过这场抗议活动却越演越烈，最后变成了示威暴动。总理苏加瓦瑞控诉这场暴动的发生是因为所罗门与中国越走越近，损害了美国和台湾的利益，所以台湾政府呢才会在所罗门设置代理人，引发了这场暴动。但虽然我们的外交部当然马上就发声明严正的否认这件事情，但这也引发了我们的好奇究竟所罗门暴动的原因是什么？背后到底有没有人在暗中策划一些暴动呢？那在开始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知道加入志奇77的频道会员可以享有哪些好康吗？接下来这1分钟，让我们来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频道会员福利。第一个是你可以参与每月1次的议题许愿池，你可以在这里提案想听的主题，那会员票选最高的几个题目，团队会选出至少1题做成影片。而第二个是企划们的政治不正确真心话，跟大家分享研究议题的思路还有心得，甚至是辛辣的回复观众的留言。第三个是每个月至少会有1支的会员专属影片，影片内容包含了像是影片的拍摄花絮议题的延伸讨论、完整版的访谈影片，又或是我们团队亲自回答会员的提问。而第4个是留言的时候，你的 ID 旁边会出现频道会员专属徽章，还可以使用专属的表情符号。那最后，除了刚刚这些福利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你加入会员给予我们的支持，能够帮助我们获得更稳定的收益，继续制作更多重要的时事和社会议题影片。你可以在这几个地方点击加入，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能够加入志奇77的频道会员。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不方便加入会员，也可以抖内支持我们。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伙伴，和我们一起推广更多重要的议题。所罗门群岛在澳洲东北方的这个南太平洋上面是一个有许多的岛屿组成的国家，它的国土面积是南太平洋地区的岛屿国家中第3大的。所罗门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78年，所罗门才终于脱离英国统治，成为独立国家，并且加入大英国协与联合国。而在1983年，所罗门与中华民国呢也正式的建交。而在经济上，所罗门群岛的各个岛屿其实都有当地的原住民部落，平常过着原始的农业渔业生活。此外呢，所罗门也蕴含了不少的金属矿产以及丰富的森林，因此经济上面呢，主要是仰赖林木还有矿产出口。不过，开采当地森林还有矿场的公司大都是中国公司许多的所罗门人认为中国人开采他们的资源赚钱，并用这些金钱贿赂官员来获得特权，所以许多的当地人其实并不喜欢中国人。因此，许多人认为所罗门在2019年跟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国建交，是导向去年暴动的原因之一。我们除了经济上面援助所罗门，也派出了农业技术团与医疗团前进当地服务，而所罗门也派留学生来台湾留学。此外，所罗门跟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感人的互动，比如88水灾之后，当地酋长曾经向部落的200人募捐1笔1000所罗门元的款项给台湾的农技团。以现在的汇率来算大概只有台币3400多元，但是对当地民众来说却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而我们的医疗团在当地驻扎之后呢，许多的居民就算是走几个小时的路也要来看医生，因为这可能是他们一生当中唯一一次能够看到现代的医生，而台湾医师呢，在当地也备受尊重。那虽然2国断交之后，两边派驻彼此国家的人员都相继回国，不过我们仍然继续帮助所罗门。2020年 COVID-19 疫情扩散时，我们还捐赠医疗还有生活物资给所国的马来塔省，获得了省长苏达尼与当地人民的感谢。不过，既然两边交情看起来好像还不错，那为什么2019年的时候，所罗门还是会跟我们断交呢？这就要从当年新上任的总理苏加瓦瑞的上台开始说起了。2019年4月，所罗门新任的总理苏加瓦瑞上台，1个月之后，他说他受到了2大省议员的压力，要在6个月内将外交关系从台湾转向中国，否则这2大省议员会进行不信任投票。那虽然有议员呼吁总理应该要征询全民意见才可以改变重大的外交关系，不过苏加瓦瑞并没有这样做。2019年的9月16日，所罗门议会直接进行投票，最终决定外交转向。而当晚，蔡英文总统就宣布与所罗门断交，撤离所有技术团的人员。
元，而在5天之后，中国就与所罗门群岛正式建交了。但这边就奇怪了，如果所罗门的名义是像前面讲的对台湾的感觉比较好，那为什么苏加瓦瑞还是要执意这样做，而且议员投票的结果会是导向中国呢？由所罗门的角度来看，虽然过去关系比较好的大多是澳洲啊、美国等西方的民主国家，但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所罗门对外贸易金额最高的国家，而且中国在建交之前已经至少给了所罗门5亿美金的经济援助，并且帮助所罗门新建一栋价值5000万美金的体育馆，让所罗门可以举办2023年的太平洋运动会。而除此之外呢，也有许多人认为，中国用给予所罗门议员的各种特殊利益，使得他们拿人手短、吃人嘴软，不得不听中国的话。例如，让中国公司在当地享有特权，可以随意的开采林地啊，或是矿产等等。而这也让许多的所罗门人认为，议员都只是中国的傀儡。而所罗门政府赶在中国11国庆之前做出这样决定也很有可能是想要在中国国庆之前献上一份大礼，看看未来能不能够从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另外一方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有一些分析认为，中国也想着所罗门的外交转向带给蔡英文政府一些打击，而这些动作就跟之前讨论过的尼加拉瓜的案例一样，也具有打击美国在该区域影响力的功能。不过，所罗门群岛的外交转向其实并不是全国人民都很欢迎，甚至有些地区的民众还很厌恶这个决定。在所罗门与台湾断交之后，祖国国内人口最多的马来塔省的省长苏达尼宣布，马来塔省不支持与中华民国断交，而且如果中央政府不改变外交政策的话呢，他们将会举行独立公投。只不过在他宣布后不久呢，他就被当地的议员举行不信任投票。虽然不信任投票并没有通过，却让马来塔省的独立公投不了了之。不过马来塔省与中国还有台湾的纠葛并没有因此结束。除了前面我们说到的，我们曾经在2020年提供防疫物资给马来塔省之外呢，去年所罗门的暴动呢，也是马来塔省的人民跑去首都荷尼阿拉抗议所引起的。荷尼阿拉位在当地的最大岛瓜达康纳尔岛，也就是在马来塔省旁边。不过，两个地方的发展可说是大不相同。马来塔省是所罗门的第2大岛屿，但人口却是所罗门的省份当中最多的。而奇怪的是，人虽然多，但当地的建设却不怎么完善。而所罗门中央曾经答应做各种的经济建设，但最后都没有实现。所以当地的民众呢，只能够前去首都寻找工作机会。而此外呢，由于疫情的缘故，所罗门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得马来塔省的人民的处境更加的困难。11月24日，不满中央政府的马来塔人呢，来到了首都街头游行抗议。不过，这场抗议很快的就开始有暴力行为，有民众燃烧国会大厦旁边的草屋，对警局啊还有商店放火。而总理苏加瓦瑞看到民众的行为之后呢，要求警方实施宵禁，结果导致民众更加的不满，跑去抢劫中国的商店，在中国使馆前面抗议，也在其他的商家抢劫放火，行为呢迅速的升级成了暴动。而直到11月26日，澳洲啊、纽西兰等国家的维和部队进驻之后，暴动才终于结束。大多数所罗门人普遍认为，这场暴动之所以失控，是苏加瓦瑞施政不得人心。所罗门与中国建交之后，整体的国家正走往错误的方向。然而呢，在许多议员被中国收买的情况之下，民意也难以被反映。因此，大多数的人认为苏加瓦瑞应该要下台负责，才能够为这场暴动负责。不过，苏加瓦瑞坚持只有国会投票不信任案通过，他才会下台，更指控部分外部势力跟台湾政府一同策划这场暴动，透过代理人引发暴动，试图破坏所罗门与中国的关系。只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苏加瓦瑞的指控。在苏加瓦瑞指控台湾政府介入所罗门暴动之后呢，马来塔省的省长苏达尼反驳，认为暴动背后有长期的内部问题，包含了政府贪污啊、失业等等，而不是外国势力的介入。同时呢，我们的外交部也很快的发出公告否认这项指控，认为苏加瓦瑞自己施政不力，还想要把责任嫁祸给台湾以及反对他的人。而此外，美国驻所罗门的大使麦基也迂回表示，中国的援助只是在帮助苏加瓦瑞以及他的阵营，而不是要帮助整个国家。相反的，美国与台湾的援助呢，只是可以援助整个国家，要选择谁当援助的人呢？对所罗门人民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最近几年，中国越来越常透过各种方式拉拢许多原本比较亲美的国家，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不只是想要给台湾一些教训，某种程度上面呢，也反映出了中美对抗的态势。就跟过去很多讨论断交的影片中讲的一样。
我们跟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多数的时候并不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反而跟美中局势的变化有关。但我们在今天聊的所罗门的状况当中呢，却可以看到砸钱买外交并不是万能的，推动外交也是需要金钱以外的东西才能够获得当地人的认同。那这个主题研究到最后，虽然我们还是没有查到台湾到底有没有策划暴动进行民主外送计划，但是在整理过程的当中呢，我们倒是很真实的感受到所罗门民众对我们的好感，以及对他们政府的不满与失望。所以最后想来问大家，在所罗门暴动当中呢，你比较支持哪一方呢？总理如果不同意政府的政策，应该要依照法律来推翻政策或者罢免他，不能够因为有人不满发起暴动就要听他们的。B 民众因为所罗门议员呢只是中国的傀儡，体制失灵，就只能透过暴动表达不满。C 只要谁支持我们就支持哪一方。D 其他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所罗门暴动。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和我们断交的那些国家后来过得还好吗？以及不再花钱买朋友，踏实外交如何带领台湾突破困境。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明晚再见喽。